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佛历7月上初二。万象雷阵雨转小雨，24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6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9基普，涨幅0.04%。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53.1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0.96基普，跌幅0.1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5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0.1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07.25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99点，涨幅0.45%。开盘1103.85点，最高1116.22点，最低1080.68点。成交量120万3800股，成交金额14亿0205万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10基普，交易量77万53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10基普，交易额13亿1189万1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14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4万基普，跌幅0.4%。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2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1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6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2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总理与菲律宾总统会晤，深化双边合作。5月26日，总理宋塞西潘敦在吉隆坡会见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旨在加强两国合作。宋塞西潘敦总理赞扬了两国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并强调双方在国际场合的相互支持，特别是在庆祝老菲建交70周年之际。他感谢菲律宾对老挝人力资源开发和担任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支持，并承诺老挝将支持菲律宾担任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双方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进展表示满意。未来，两国将继续在农业、旅游和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宋塞西潘敦总理邀请马克思总统在方便时访问老挝，以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2. 华潘省丝绸产业年创数亿基普收入。华潘省的丝绸手工艺世代相传，如今已成为当地女性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华潘丝绸以其精湛工艺享誉国内外，多次获奖，是当地人民的骄傲。44岁的丝绸销售商林胜贡巴利女士是这一成功的典范。她从2019年开始从事丝绸制造，凭借对技艺的热爱和家庭积蓄，逐步扩大了业务。目前，他拥有284台筒裙织机和38台披肩织机，每月可生产250件筒裙和60件披肩，每件售价数百万至数千万基普不等。仅2024年，他的丝绸事业就创造了超过37亿基普的收入，家庭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逐步摆脱贫困。3. 马霍索医院与中国富华医院合作提升医疗水平。5月26日，老挝马霍索医院与中国昆明富华心血管病医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旨在深化两国在医疗领域的合作。这是双方的第2次技术合作协议，重点关注提升医疗质量、患者治疗、健康促进以及医疗科学研究，特别是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和介入治疗。马霍索医院院长苏沙德翁帕赞指出，此次合作对老挝人民，尤其是贫困患者具有重要意义，并将提供必要的药品和设备，
他感谢中国政府和富华医院对老挝医疗事业的持续支持。4. 琅勃拉邦市小学毕业考试顺利举行。5月26日，琅勃拉邦市教育体育办公室在琅勃拉邦综合小学举行了2024到2025学年全市小学5年级毕业考试。琅勃拉邦市副市长宋南宋塔尼出席并指导。市教育体育办公室主任布阿环本塔翁介绍，此次考试旨在评估学生学习成果和教师教学效果。本学年全市94所小学共有2022名5年级学生参加考试，考试为期2天，科目包括老挝语文学、数学、科学与环境。宋南宋塔尼副市长强调，监考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确保考试的公开、公正、透明。5. 2025年全国运动会首次纳入竞技舞蹈项目。在2025年由万象主办的第12届全国运动会中，竞技舞蹈将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共设3个奖牌赛项。这对于老挝舞蹈界和舞者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在5月13日举行的第12届全国运动会国家级筹备会议以及5月23日关于34个运动项目比赛的讨论会议上，经过老挝国家舞蹈体育联合会2年多的不懈努力，最终决定将竞技舞蹈纳入全国运动会34个金牌争夺项目之一。竞技舞蹈将角逐以下3个赛项的金牌：个人全能1对1赛、双人全能赛、6至8人混合团体全能赛。这标志着竞技舞蹈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将促进现代舞与老挝文化的融合。6. 庆祝基础教育质量改进计划实施10周年。5月26日，老挝教育体育部与澳大利亚驻老挝大使馆共同庆祝了基础教育质量改进计划实施10周年。该计划旨在加强老挝教育体系，改善偏远和困难地区儿童获得高质量初等教育的机会。老挝教育体育部部长普特西马拉翁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一直是重要的发展伙伴。该计划自2015年启动以来，已显著改善了教育普及性。澳大利亚驻老挝大使梅根·琼斯指出，课程修订是2国合作的象征。澳大利亚将继续支持解决老挝教师短缺和学生辍学等问题，并持续投资于教师发展和教育质量提升。7. 货车撞牛，司机扣下3头牛，等待牛主协商。5月26日晚8点左右，万象市塞瑟塔县旺塞村至华科村路段发生一起货车撞牛事故。事故中，货车司机扣下3头牛，希望能找到牛主进行协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这起事件提醒所有养殖户，切勿将牲畜放养到公路上，以免引发交通事故，给双方造成财产损失。8. 万象女司机驾驶皮卡撞入民宅。5月27日凌晨1点30分，一辆皮卡车在万象市塞塔尼县西维莱村失控，撞入一户民宅的围墙，驾驶员为女性。目前，警方正在收集事故损失的详细信息。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